现在天气是足够冷了，我把这盆放在车库里边的飓风葡萄给它搬出来，给它稍微的修剪一下枝条，这样的话也可以把这个铁笼子给它摘掉了，把手套给戴上。现在虽然是冬天了，排在待办事项列表里边的活还是挺多的，一件接着一件的。今天终于轮到这个飓风葡萄了，先把铁丝笼给它拿下来。这葡萄枝条上部分没有完全木质化的都已经干掉了，我等会儿就把这些干掉的部分给它修剪掉。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又来了，小芦花，又找我来了吗？这么听话呀？这是一只最通人性的芦花鸡了。其实从它的鸡窝到我这边还是有段距离的，它从鸡窝跑到这边，就是因为看见我在这边活动。有的小动物真是天生的就通人性，喜欢和人在一起，哪怕是这种家禽类的也是这样。把我的剪枝工具拿出来，给它稍微的消一下毒，用酒精喷一喷。然后像这种干掉的枝，我就给它直接剪掉了。这种小侧枝完全都不需要要它。这里应该是从这儿以上都是干掉的，我先给它剪掉。这儿还有个小不点儿，也不要它了。这颗葡萄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扦插的，现在是第1年的冬天的冬剪，还是挺容易的。自然的把干掉的部分剪掉，就剩这么短了。其实像这种的话，我完全没有必要给它留这个地方，我也给它剪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上边留2个枝条，等到时候明年春天看一看，看看哪个芽点能够长出来，我回头就给它留一个双干，让它往上爬就行了。这儿还有一个小侧枝，也没必要留它了，不要了。这里上面这一节它的木质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给它剪掉吧，否则也是大概率春天的时候也会死掉的。剪完之后，给剪刀上面再喷点酒精消消毒，这样的话可以避免霉菌从这颗葡萄上传染到其他的葡萄或者是其他的果树上。我给它继续搬回车库里边过冬，希望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吧。飓风葡萄在我这个地区还是过冬还是有点困难的，一不留神就可能是会被冻死。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个剪枝的工具包，这里边刚才用的这把剪刀是最常用的，然后里边还有一个这种是能够剪比较粗一点枝干的。我还有一把更大的剪刀没有装在这里，因为它的个头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这个是剪枝之后，比如说剪的稍微粗一点的枝干，剪完之后可以拿它喷一喷，这样的话避免树木被霉菌感染。这里边还有这种是用来拉枝绑枝的时候用的这种塑料袋，当然还有一大捆绳子，这种是这种塑料绳。你如果把这种绳子直接捆在树枝上，它时间长了容易把树枝勒出痕迹，所以就是用刚才这种比较宽的这种塑料袋，这样的话绑在树枝上不会把树枝拉坏。这里边还有一些这样的地钉，就是我在拉枝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比较细小的枝条，可以把它拉弯，然后下边就可以绑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可以插在土里边。当然更多的是用石头砖头来绑这个绳子的。还有这种工具剪刀，这种剪刀是可以剪刚才的绳子呀，或者是剪比较粗一些的绳子，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是手套啊、口罩啊之类的。
还有这种护目镜。一般的话，如果没有眼镜、没有近视眼镜的话，通常还是干一些活的时候还是戴着点护目镜，稍微安全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树枝啊或者剪掉的东西不小心划到眼睛，也是容易受伤的。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装置了。这还有这种非常小的小剪刀，这种的话就是你要抹掉一些芽点或者非常细小的枝条的时候，就拿这个剪。这把剪刀和我常用的这个其实差不多，它要稍微的小一点。这个是过去的时候用的，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当然还有这种酒精，就是用来消毒的。我们一般在给树剪之前都要把剪刀喷一喷，然后剪完一棵树之后，把剪刀再给它喷一喷，这样的话避免树和树之间有病菌的感染。当然还有这种细的绳子，这种绳子我一般是在种树的时候用来拉直，这样的话可以把树种得比较整齐一些。这种是生根粉，一般我们在剪一些葡萄呀、树莓呀、蓝莓呀，还有桑葚呀，这些就是剪下枝条来能够用来重新插枝繁殖的。这种的话，我们就要用到生根粉。另外还有这种小的装置，这种是这种维修的喷头，就是我们在给树打药或者是除霉菌的时候，这种喷雾器如果喷头坏了的话，可以有一个替换。我可能还缺一些嫁接用的刀呀，然后绷带呀、塑料薄膜什么的。那些的话，因为现在也用不着，所以就没准备。等将来明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把它们也准备起来，放在这个工具箱里边。这样还是挺方便的，拎起来想干活剪枝的时候拎起来就走了。看看剪完枝之后就剩很小的一段了，这样的话放在大棚里边也比较节省空间，不像原来的似的那么多枝条，然后还有铁丝笼，又高又大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边的气温和现在这个地方的气温是差不多的，冬天也是挺冷的。那个时候父母种巨峰葡萄，他们会在冬天的时候在地上挖一个坑，也不是特别深，然后之后把葡萄剪枝之后，就把它从藤架上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其实那个藤蔓还是挺长的，但是他们的钩挖的是比较长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藤蔓给它搭在这个沟里边，就是弯弯曲曲的，反正能放下。放下之后会在上边给它埋一点土，埋上土之后还会再盖一些稻草呀、落叶呀什么那些东西，这样的话就能顺利过冬了。然后到第二年的春天，因为很早的时候，因为葡萄其实挺耐寒的，早春的时候就可以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就是马上给它浇大量的水。这样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儿，就可以看到葡萄芽很快的就长出来了。我这批葡萄要是今年能够顺利的度过冬天活下来的话，明年把它种到地里，明年的冬天就得用那种方式给它过冬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更简单的方法，能够让巨峰葡萄在7区这个地方或者是6区的地方能够顺利的度过冬天呢？刚才又看了一下，觉得这一棵枝条，这个侧枝长得有点太瘦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留下它，这样的话就把它剪掉了，然后就留一根枝条，到时候明年的时候再从上边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选一个侧枝，让它继续生长就行了。最后再给这葡萄浇上一点冻水。把它放在大棚里边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大棚里面时间长了，这土会干掉，这样的话水分就太少了。所以在一定时候还得检查一下土壤，如果太干的话，给它稍微的补点水。看看这边的冬豌豆长得是郁郁葱葱的，完全没有保护，在这么低的温度下也是没问题。看看这些小苗，完全没有一点冻伤的痕迹。可能是现在冬天了，吃的东西少了，开头这个地方这些冬豌豆全都被什么动物吃了。这边这些蚕豆也是终于开始发芽了，看看每一个坑里边基本上都冒小芽了。大小也就是长这么大，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也是希望能顺利的过冬吧。哎呀，葡萄可以给它搬回大棚里了。这是大棚里面现在的情况，主要的一些菜都已经用无纺布给它又盖上了，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双层的保温保暖的功能了。